大家好，欢迎来到任我行天下。说到德国，好玩的地方太多了，从满是沉重历史感的柏林，到独一无二的科隆大教堂，再到海德堡的城堡和南部的黑森林，等等等等，一个视频肯定是不够的。今天我们就直奔德国最美丽的地区之一——巴伐利亚。巴伐利亚州又叫拜仁州，是位于德国南部的一个州，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精致的美食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从阿尔卑斯山的雪景到清澈见底的国王湖，还有罗滕堡的童话小镇和慕尼黑的啤酒，千万不能错过。好了，那我们就从巴伐利亚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路开始我们的巴伐利亚之旅吧。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巴伐利亚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被誉为童话城堡的新天鹅堡。新天鹅堡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山间，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和湖泊，景色如画。这个神奇的城堡是著名的浪漫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在19世纪建造的。这位路德维希国王是个被王位耽误了的艺术家和童话大王，他兴建这座城堡也是为了追求内心的理想世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搜一下他的生平，浪漫又伤感。尽管城堡从未完全建成，但它现在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参观。从城堡俯瞰，您可以欣赏到壮丽的阿尔卑斯山脉和宁静的夏古湖的风景，感受大自然的壮丽和宁静。有时间的话，同学们还可以参观一下离新天鹅堡大约40分钟车程的洛赫堡。这座宫殿也是路德维希二世建造的，是他的皇家行宫。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时光，打造成了自己的梦幻宫殿。洛赫堡的宫殿建筑令人叹为观止，展现了巴伐利亚文化和历史的精髓。周围的花园里，喷泉、雕塑和人工湖等也都精致美丽。接下来，我们来探索一下楚格峰。楚格峰海拔2962米，是德国最高的山峰。山上游览车直达山顶，在这里眺望四周壮丽的景色，就是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因为楚格峰位于德国和奥地利的边界，所以您可以从德国一侧登顶楚格峰后，跨过边界，走到奥地利一侧，感受一下横跨两国的壮丽山景。游览新天鹅堡、洛赫堡和楚格峰，大家可以住在附近的小镇加米施、帕滕基兴或者福森。这两个美丽的山间小镇都很迷人，都很值得逛一逛。镇上能找到各种类型的住宿，从精品酒店到家庭经营的旅馆，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好了，接下来让我们到国王湖去看一看。国王湖可是巴伐利亚最炫酷的湖泊之一，湖水清澈见底，被阿尔卑斯山脉包围，青山绿水，简直就像个天然的绿宝石。你可以坐船兜风，或者在湖边散步，打卡一下红葱头顶的教堂，领略一下湖水南岸的天然牧场，享受清新的空气和绝佳的风景。无论你想放松还是玩疯，国王湖都是个超棒的选择。国王湖周围还有好几个值得打卡的景点，其中拉姆绍小镇上的教堂，还有小镇旁边的后湖和魔法森林，景色绝佳，不可错过。在国王湖周边玩，可以住在小镇贝希特斯加登，这个小镇也是个绝美的山间小镇，让人流连忘返。小镇旁边还有一个有名的景点，叫鹰巢。这座坐落在奥地利边境的气派而又诡异的建筑，是纳粹送给希特勒50岁的生日礼物。现在，鹰巢是个有名的打卡圣地，您可以在俯瞰壮丽的阿尔卑斯山脉，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的同时，了解一些有关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历史。好了，看过了巴伐利亚的秀丽山水，让我们来逛一逛那些历史悠久的城市吧。我们先来看一看罗滕堡，一座风景如画的中世纪小镇。罗滕堡以其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建筑、迷人的鹅卵石街道和浪漫的氛围而闻名，经常被称为德国最美丽的小镇之一。罗滕堡的老城里那些色彩斑斓的半木结构的房子，还有狭窄的小巷和古朴的广场，让人感觉一下子穿越回了中世纪。罗滕堡主要的打卡点有市场广场、市政厅和美丽的圣乔治喷泉。你还可以登上罗滕堡古老的中世纪城墙，缅怀一下往昔。接下来，让我们来到纽伦堡，这座巴伐利亚的第二大城。
二战结束之后，著名的纽伦堡审判就是在这里。纽伦堡最震撼的就是皇家城堡了。这座城堡建于1495年，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行宫。城堡看上去比较朴素，但在德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地位举足轻重。当年很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在这里住过。现在游客们可以登上城堡，欣赏城市全景，还可以参观城堡里的博物馆。在纽伦堡老城区里逛逛，可以看到很多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值得一看的地方包括3座教堂：圣劳伦茨教堂、圣母教堂和圣西格贝特教堂。另外，工匠广场、美泉、观音喷泉，还有几座古老的小桥，都是漫步打卡的好去处。最后，让我们来到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大家对这个城市应该不陌生吧？慕尼黑的啤酒文化独步天下，您可以去著名的 HB 皇家啤酒屋，点上2扎啤酒、2个德国猪肘，一醉方休。也可以去参观传统的啤酒厂，都是正宗的巴伐利亚啤酒文化体验。如果您是秋天啤酒节的时候来慕尼黑，那更是可以放开来尽情享受了。喝好吃饱了之后，您可以逛到慕尼黑的玛利亚广场，市中心的心脏地带。这里您可以打卡哥特式的新市政厅和美丽的玛丽圣母柱。另外，市政厅上那个钟楼的木偶表演不要错过，每天有2次。慕尼黑皇宫也是一定要看的，这里是昔日巴伐利亚君主的宫殿，美轮美奂。这一片皇宫区有10个庭院和很多建筑，规模不小。现在皇宫的一部分是博物馆，房间很多，华丽精美，非常值得花时间参观一下。如果还有时间，您可以去谷物广场的各种摊位逛一逛，尝一点德国小吃，买点纪念品。另外，市中心还有老市政厅和2个著名的教堂，玛丽恩教堂和圣彼得教堂，都在玛利亚广场附近，可以顺便拍照打卡。如果您喜欢汽车，慕尼黑北边的宝马世界和宝马博物馆，也可以留个半天时间去好好逛一下。好了，今天的巴伐利亚旅行就到这里了。巴伐利亚的美景很多，剩下的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发现了。希望你们喜欢巴伐利亚的美景与文化，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第一时间获取更多精彩的旅行内容。